5名男孩放学後離奇失蹤，被人發現時，他們藏在下水道裡，遺體被擺成5芒星形狀，中間是一個燃燒的罐子。然而事情並沒有想象的簡單，本案的調查人員意外車禍身亡，本案的律師頻頻中毒，5具遺體卻被裝成6個袋子。究竟是誰在掩蓋真相呢？這個故事就發生在俄羅斯的失蹤兒童之都克拉斯諾亞爾斯克，它位於西伯利亞地區的南部，這裡有100多萬人口。2005年4月16日，這是個星期六，學生本來應該在放假，但是列寧斯基區的50號中學卻喊來了5名學生打掃學校，分別是11歲的馬克西姆·陶馬諾夫和薩爾法·阿利耶夫，12歲的亞歷山大·拉夫列諾夫，10歲的加拉什·馬梅德加薩諾夫和德米特里·馬可洛夫。打掃結束後，5名學生並沒有立刻回家，而是消失了。因為他們都住在附近，所以一起出去玩是正常的，並沒有過分擔心。不過到了晚上9點，孩子們依然沒有回家，於是家長開始尋找5名學生。1個小時之後，家長發現這些孩子不在任何一個同學的家裡，也不在熟悉的地方，而且有其他同學看到5個孩子被一輛黑色轿車帶走了，而且轿車上沒有車牌。家長們立刻趕往警局報案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警方並没有認真對待他們，因為失蹤幾個小時是很常見的事情，很可能是感情問題離家出走，或者是自己躲起來了，所以調查並沒有立刻展開。家長們只好自己組織搜索，他們聯繫了民間搜救組織，並且在城市裡發放傳單，很快就有數百名志願者加入了搜索。主要的搜索範圍以第50中學為中心，搜索了格林卡街和埃瓦佐夫斯基街，因為幾個孩子就住在這2條街上。志願者檢查了所有的閣樓、地下室，詢問了幾乎每一位居民，都沒有任何線索。隨後當地警方也加入了搜索。附近有一條特普拉亞河，翻譯過來是熱河的意思，因為它是市政供暖取水的河。按照警方的搜索通報，僅4月21日這一天就出動了1000多名警力，集中將城市供暖系統管道和下水井管道全部搜索一遍。警方的這條通報也是後來最大的疑點之一，而且志願者也不止一次地搜索過以上區域。其中有一名牧師，他說自己是5月5日帶人進入了特普拉亞河附近的下水井，什麼都沒有找到。警方的調查工作也逐漸展開，關於5名孩子被一輛黑色沒有牌照的轿車帶走的線索來自於同校的一名10歲學生，他還看到黑色轿車是分2次將5個人帶走的，而且車裡的人還佩戴着槍支。不過警察卻認為他的口供並不可信，他們認為10歲孩子有誇大的嫌疑，並沒有沿着這條線索繼續調查。但是警方卻收到了另一條線索，在失蹤区域的對面有一大片別墅區，有人說在這裡見過5個孩子。別墅區通常只有夏季才有人居住，平時都是空着的，所以有人猜測學生們可能是躲進了別墅區，藏在某一個房子裡。隨後警方和志願者沿着這條線索開始搜索別墅區，但僅僅是第50中學对面就有數千座別墅，而且它们與其他的別墅區相連接，一直延伸到森林邊緣。整座城市有30萬間別墅，幾乎不可能一一搜索，在這裡浪費了大量的人力和時間。搜索從4月16日一直持續到5月8日，其中還有很多其他的線索，比如有人在150公里外見過5個學生，但又無法解釋他們是乘坐什麼交通工具離開的。緊接着詭異的事情就開始發生了，5個學生根本沒有走遠。5月8日上午，有一個流浪漢就在特普拉亞河旁邊的下水井裡發現了5個學生。據他描述，學生們像5芒星一樣擺成5個角，中間是一個燃燒的金屬罐，容量是300毫升，不過裝的什麼沒人知道。死亡原因是燃燒。這裡距離孩子的家只有300米遠。警方接到報案後沒有立刻通知家屬，白天的時候警方將遺體從井裡取出來，晚上才通知5名學生的家長。當家長趕到的時候，現場的工作基本已經結束了，而且禁止家長進入下水井查看。那麼第一個謎團出現了，5月5日剛剛搜索過這個下水井，裡面什麼都沒有，而且以前不同的志願者也來搜索過不止一次，都能證明井裡什麼都沒有。為什麼在3天以後突然出現了5具遺體呢？
而且警方說只能確認其中4個學生的身份，第5個暫時不能確定。為什麼呢？因為燃燒的非常嚴重，每個人都不完整。那麼就引出了第2個謎團，在一個封閉的下水井裡是如何充分燃燒的呢？這裡沒有足夠的氧氣，燃燒又是怎麼發生的呢？專家的解釋是，井下面積攒了大量的沼氣，5個人來到這裡，點燃了一個裝有易燃物的罐頭，引發了沼氣爆炸，導致現場的遺體殘缺不全，甚至燒成了骨灰。這個解釋能說得通嗎？這裡存在幾個問題。首先，井口是一塊鋼筋和水泥浇出的蓋子，大概有幾十公斤重，幾個孩子合力才能把它挪開。但是怎麼從裡面蓋上的呢？他們完全沒有這樣的力量。除此之外，井下面也不會存在沼氣，因為這裡是流浪漢的住所，發現遺體的就是流浪漢，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住在這裡。也正是因為他住在這裡，所以才會發現5個遺體。如果井下有沼氣，流浪漢會是第一個受害者。家長們懷疑5個孩子是在其他的地方遇害，然後被轉移到這裡。警方一再強調5個人從一開始就在井下，沒有被移動過。那麼是不是這樣呢？隨後遺體被送去莫斯科進行更加深入的檢查，結果在新的檢測中發現了更加恐怖的事實：屠宰場真菌和无血之屍。尸檢發現，其中一個男孩的身上發現了一種腐生真菌，這種真菌的生長環境是在血液大量聚集的地方，比如說在屠宰場，當然在醫院的某些地方也可能存在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為什麼只有1個人身上存在這種腐生真菌呢？如果說5個人從一開始就在一起，應該在每個人身上都發現這種真菌。所以這說明了一個問題：5個人不但是從外面轉移來的，而且曾經被分開存放過。生長着腐生真菌的那具遺體，它曾經被單獨的存放在某個有血液的地方。不僅如此，尸檢還發現血紅蛋白僅存在於血液中，而不存在於肌肉組織中。這句話的意思是指5個人在生前被抽乾了血。這其中，德米特里·馬卡洛夫部分失血，馬梅德·加諾夫、陶馬諾夫和拉夫列諾夫則失去了所有血液。第5個薩爾法的遺體因為已經被完全燒成灰燼了，無法確認。這是一個非常詭異的現象。如果說死因是燃燒，怎麼可能單單把血液燒完呢？而且調查人員還多次確認5個人生前沒有遭到暴力的跡象，那麼就排除了受傷導致的失血。而且如果是井下失血的，井下也會留下血跡，那麼无血之屍不是暴力造成的，又能是什麼造成的呢？是不是有人故意抽乾了他們的血呢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聯想到5個人被擺成5芒星的5個角，真相讓人無法想象。因為存在着這麼多的疑點，所以家長們不相信死因是燃燒造成的，要求進行更加权威的尸檢，查明死因。在当時的英國，內政部法醫中心分子遺傳學實驗室可以進行更加詳盡的檢查，但是費用需要20多萬歐元。在家長們的抗議下，調查人員最終同意將遺體送到英國檢查。但隨後奇怪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。委托去英國的律師帶着珍貴的檢查報告登上了返回西伯利亞的火車。他車廂裡的鄰居是一位和善的老人，他遞給律師一杯干邑白蘭地，律師喝下之後陷入了昏迷，而珍貴的檢查報告在火車上全部丟失了。經過化驗，律師的酒裡含有氯尼定，是俄羅斯類似案例中一種常見的迷藥。雖然檢查報告丟失，但律師一定讀過那些報告。叶夫根尼·陶馬諾夫是失蹤學生之一馬克西姆的父親，他試圖聯繫律師了解事情的真相，但是在見律師的路上卻被不明身份的人毆打，他隨身攜帶的資料也被全部搶走。事後葉夫根尼被送入醫院，但他拒絕談論行兇者的身份。案發1年半以後，學生的家長們竟然還沒有見過自己孩子的遺體。於是在2006年9月，他們坐在案發水井的周圍绝食抗議。終于他們等到了孩子的遺體，6個袋子，其中5個袋子上寫着名字，而第6個袋子是誰的呢？不僅如此，又發生了奇怪的事。薩爾法的袋子裡出現了一根明顯與其他部分不一樣的骨頭，
經過檢測發現，這是一根屬於20歲男子的骨頭，而薩爾法才剛剛11歲。警方並沒有對骨頭的來源做出解釋，不過給出了第6個袋子的解釋，無法分辨身份的部分被裝在第6個袋子裡。於是家長們每人拿了一些，將第6個袋子分了。最後葬禮在同一天舉行，他們葬在了相鄰的位置，但因為薩爾法的身份不能確認，所以他的父母並沒有為他立起墓碑。案件的調查還在進行中，而且詭異的事情依然在發生。1年以後，2007年5月，本案的調查組接見了家长們，其中有一名調查員名叫谢爾蓋·尼古拉耶維奇。在會面中，他表示沒有證據支持這是一起意外事故，他認為應該是一起謀殺案。他向家長們承諾一定會找到真相的。會面結束後，家長們都認為謝爾蓋一定是發現了新的證據，所以他才這樣講。不過在幾個月以後，謝爾蓋死於一場神秘的車禍。謝爾蓋去世後，同年的12月18日，西伯利亞調查委員會決定停止調查此案，以意外事故結案。雖然本案還存在很多疑點，比如專家並不能確認所有遺體都屬於失蹤的5個人，也不能明確說出死亡原因，但是本案也不存在任何被告。家長們當然不接受這個結果，於是又在新西伯利亞聯繫了另一位律師。新的律師發現，在本案的調查中存在很多明顯違規的地方，隨後向調查委員會提出申訴，要求重新啟動調查。幾個月以後，2008年，律師做了充分的調查與準備，決定啟程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與家長們見面。啟程前，他突然心臟病發作，住進了醫院。等他調理好身體後，準備第2次啟程時，再一次心臟病發作，又被送入醫院搶救。2次巧合讓他打消了來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念頭。不過，這位代理律師最終還是因為心臟病發作，在2011年去世了。無論是調查員的意外車禍，還是律師的心臟病發作，這些遠比井下的神秘火焰更恐怖。因為這些都是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當時家長們的視野僅僅局限在這一件案子上，而我們可以跳出迷霧，從更高的角度來觀看那個年代。2001年，7歲的帕維爾·蘇霍夫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失蹤，幾個月以後，11歲的謝爾蓋·庫德里亞斯夫采夫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失蹤。2003年，5歲的愛德华·沙克拉諾夫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失蹤，幾個月以後，10歲的瓦西里·伊萬諾夫失蹤，17歲的謝爾蓋·蓋杜克失蹤。2005年，除了本案記載的5名學生失蹤案，還有15歲的亞歷山大·瓦赫魯舍夫和16歲的謝爾蓋·卡薩特金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失蹤。2006年又有人失蹤，而且失蹤案與2005年類似，他們都在同一所學校學習，都是離開學校後失蹤，遺體都出現在之前搜索過的地點。失蹤的名单很長，我不能一一敘述，但是每一起失蹤事件都是一個離奇的故事。遺體被發現後，總伴有各種無法解釋的疑點，而且每一起案件都找不到兇手。井下的5名學生案件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個案例，所以我們稱呼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為失蹤兒童之都。不過，在2004年12月，俄羅斯調查委員會突然啟動了本案的調查工作，但是沒有做出任何澄清，比如說發現了新的證據或者有新的證人，以上這些都沒有。既然時隔20年本案重啟了，我相信離真相應該不遠了，因為這個世界上有2樣東西藏不住：光明和真相。這裡是俄斯调查，我們下期再見。